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累累剧包工头艾玛。这次的屋主是一对被生活打击了好几个月的恋人，女生是我们的制片 Yuki。之前呢，她幸运用低价租到接近30平的大单间，现在到期了，房东需要收回，那就搬到离公司近一点的地方吧。中介带着跑了大半天，发现和原来差不多大小的房子，房租是原来的2倍。其他的要不就是阴暗潮湿，要不就是又破又旧。好不容易相中了一套1房1厅，正犹豫着就被别人租走了。然后又跑了大半天，遇上这一间14平米的空房，方方正正，有2个大窗户，通风还不错。虽然比之前的房子足足小了1半，但是呢，觉得性价比还不错。他们当天就付了押金，然后就疫情了，然后他们一直在交2边的房租，然后他们就被掏空了。为了省钱，他们计划将原来的家具全部都搬过去。结果到准备搬家的时候，才发现14平米是那么的小。究竟艾玛我应该怎么拯救这一对恋人呢？我决定给他的家具来个大改造。2人在家使用的最多的区域，除了睡觉的床，就是电脑桌。所以希望呢，有一个又长又宽的书桌，满足平时复习、考试和打游戏的需求。但是新家空间有限，我们最后决定舍弃沙发，为他们定制一个可以娱乐、学习、吃饭的多功能活动区域。这次改造的重头戏呢，就是家具改造。我们希望尽量多的用上旧家具，能省就省。以前玩木工都是小型的 DIY， 这次弄家具，其实我心里也没有底，就当边学边做吧。大家弹幕陪陪我。好，我们开始吧。第一步是啥呀？是啥呀？哪个是油门，哪个是刹车呀？先做简单的练练手。小白版的木工家具改造基本步骤就是：第1，设计规划；第2，拆除；第3，复合尺寸；第4，切割；第5，组合安装。屋主的旧餐桌已经坏的了，其实不好用，那我就将它用来做搁板。这是在书桌区这一边的搁板设计，一共需要5块板子，都可以统一从旧餐桌来获取。现在的板材家具拆卸都比较简单，认住这2种螺丝的脸，基本上就 OK 了。第一种遇到这种10字螺丝锁，找到这个小箭头，将螺丝往解号的方向转向距离最短的板子，就是解锁的方向。解锁后一掰，板子就分离了。第2就是这种普通的10字螺丝或者6角螺丝，拧松拆卸就可以了。差的产品大家看一下，一转连那个螺丝我整个碎掉，天哪，这个不是金属吗？网络淘的低价劣质家具大概就用个1年，5金件都是酥的。所以说大家不要只看价格，在板子上复合尺寸，用笔标出，然后就可以进行切割。这个板式木工夹非常的好用，夹紧了木板才能准确切割。第一次用电锯哦，哦，这样晃是可以的吗？哪里是开机呢？对啊。We came to fight, we came to win. We lost before, but never again. Back on the grind, you know what it is. Yeah, yeah. This is our year. Knock us down once, we got up again. Put it第一次锯的木板不是很满意，没事，再来，还行吧。OK。之后需要安装搁板隐形托架，所以我们需要在板子上钻好洞。给大家看一下。
练习几次以后，我发现不能慢慢转，要趁木板不注意的时候全速转进去。木板，你不注意了吧？你没有注意到了吧？趁你不注意，我抓了大头。演练结束，实操时间。就为什么人喜欢玩游戏？因为你遇到挫折的时候，你的大脑会分泌1、2、3，来！喂，出来！Too easy。原来的木板颜色太丑了，用超级好看的原木纹贴纸改个颜色。最后一步就是安装啦。冲击钻其实并不可怕，女生完全可以 hold 住的。先根据螺丝的长度，在钻头上用胶带标出需要打钻的深度，插入并锁紧钻头。选择冲击钻模式，摁住这一个锤子就可以啦。钻头要跟墙保持垂直哦，就可以开钻啦。打孔必须避开承重墙，避开水电线。如果没办法拿到图纸的话，就记住开关插座的水平和垂直方向、墙壁交界、电箱附近通常都有电线，千万别打孔。接着敲入搁板隐形托架，然后插入搁板。第二件改造就是电视柜。他们家从来不用电视，不知道这个电视柜之前是买来干嘛的，白占了地面的空间，其实收纳效率不是特别的高。这个电视柜就用来改造成我们的梳妆台吧。原电视柜有2层抽屉，我需要去掉第2层，然后将第2层的一个抽屉安装到第1层中空的位置。给大家分享一个小知识，抽屉究竟怎么拆的呢？其实抽屉拉出后，左右轨道都有一个小卡片，将它们同时拨开，就可以轻松拉出抽屉啦。切割结束后，将板子拼在一起，看看尺寸是否准确，必须确定准确才能贴纸和安装。为什么没有桌腿？你猜？我真的花了好多心思去设计和改造，我也知道你们可能已经没有耐心看下去了，坚持一下，还有3分钟。唉，不想看也没关系，快进到11分25呗。大家还记得它浅湿的样子吗？这里难道还不值得你的3连吗？第3件改造就是这一个大茶几。原来家里的书桌是一个巨型的红木桌子，实在太大太重了，真的搬不走，这样新家就会缺了书桌。我相中了屋主的老茶几，这个茶几桌面很大，就征用作我们的新书桌吧。原来茶几的上下板子用作新书桌的桌面，电视柜剩下来的抽屉呢，就用来做书桌的抽屉吧。将各部件拼在一起，看看是否有尺寸误差。这次安装主要是使用不锈钢角码做连接，非常的稳固，用螺丝拧紧即可。有条件的话，可以用上这种直角夹子，上角码的时候板子就不会跑。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抽屉怪怪的呢？对，我将它倒过来装了。大家猜猜为什么？猜中的第66个弹幕有奖。哈哈，这个才是真正的抽屉篮子。我在干嘛？5分钟前，我用了很多角铁5金来固定桌子的部件，我要让它稳如泰山。但是因为不是工厂，我们角铁尺寸有限，这个角铁安装之后就突出了一截，这样桌子放墙边的时候就靠不了墙，所以需要手动解决。艾玛真没有想到这次的改造会这么的复杂，但生活中又哪有那么多简单的事情呢？遇到了解决就好了呀。
大家还记得那个倒装的抽屉吗？其实拉出来就是一个小餐桌，这样屋主只需要将椅子挪个方向就可以吃饭啦。藏在桌面底下的抽屉栏可以存放筷子、勺子、餐巾纸等等。茶几原来的2个抽屉都比较短，特别适合做成墙上的置物架。吃鸡绝对不吐骨头的我必须利用起来，换上跟梳妆台同样的皮肤和把手，这个旧抽屉简直是获取了新的生命。第4件改造就是这个巨床，我将原来的床从1.8米改成1.5米的双人床，2位在上面蹦迪也是足够了的。家具改造完成，准备开工。很多粉丝问老灯管怎么拆，其实很好拆的。拿下灯管和起灰器之后，基本上就是将螺丝卸掉就好了。不过划重点提醒：换灯泡或者维修电器之前，必须要先关掉电源总闸哦。记得一定要关电闸哦。还有拆卸灯具之后的电线，必须要用电工胶布包好，不同颜色的电线必须分开包，否则会跳闸甚至起火哦。因为原来的半瓷砖半灰墙面很难看，我计划将瓷砖刷成白色，让上下墙色统一起来，可以减弱半瓷砖墙的视觉影响。清洁干净瓷砖墙面的污渍以后，就可以刷上瓷砖漆。这次挑的这款水性瓷砖漆很不错，很耐用也很环保。在刷漆前喷上瓷砖助理剂，就可以让漆超级耐用哦。刷2层的话呢，1升的漆就可以刷5平米的墙面啦。大家在改造工具箱里面的墙面翻新入口，可以获取所有刷漆相关的教学、墙漆产品，还有工具链接清单。原本的门是超级丑的金属门，为了不让家看上去像仓库，最简单的方式呢，就是贴上毛毡门贴，让它变好看啦。我们将门贴剪到要比贴的区域大一点点，贴上以后呢，再用美工刀裁掉边缘就好。这个毛毡门贴非常的耐用，属于表面刮不烂的那一种。所以呢，我们要裁剪的时候就要垂直割开才行。遇到门锁的话，按照形状裁切就好啦。喜欢的话，还可以在毛毡门上贴上各种装饰、照片或者留言板。这个地板必须要用木纹 PVC 地板贴美化一下，这个就是只需28块钱每平米，就可以居住幸福感大大提升的神器。从一进入区域视线看到最明显的墙角开始贴起，贴之前记得要清洁干净地面哦。贴每块之前也要用干布擦一下。完成啦，氛围瞬间提升。贴 PVC 地板贴之后呢，大家可以选择添加踢脚线。淘宝上呢有 PVC 的、木的、金属的，有钉的，也有带背胶自粘的，多种选择。如果不加踢脚线的话呢，地板贴和墙角之间一定有一点缝隙和不齐整。如果有强迫症的话呢，可以抹上封边胶就更完美了。适合室内使用的这种封边胶填缝剂，在工具箱里面也有分享哦。其实封边胶呢跟玻璃胶的用法特别像，为了更美观，用胶之前可以在缝隙上下贴上美纹纸遮蔽。拌干就可以撕掉了，我习惯挤完就撕，因为会忘记。终于完成啦！刷完瓷砖漆之后呢，才发现之前的灰墙颜色呢，其实又旧又暗，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跟屋主商量以后呢，强迫症的我们还是决定刷上白色乳胶漆翻新，额外多花了200块钱。虽然乳胶漆和瓷砖材质效果不能一模一样，但是呢，上下墙面统一刷白之后呢，顺眼多了，舒服。手电钻遇上 K 雷骨管犄角旮旯的地方，加上这个弯向软轴，就都没问题啦。
很多粉丝说伸缩感不好用，很容易掉，其实是因为安装方法不对。我今天就给大家说一下伸缩感安装的奥义。看到有的粉丝是这样操作的，然后来到这边，然后把它转紧，这样一掰就下来，完全是撑不住。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杆子一边往下30度左右，撑紧以后，将杆子使劲往上抬至水平，这样安装的伸缩杆就会非常稳固啦。Such a good girl that can love me all through the night, and that's what I like. Yeah. Put you in a long dress, I'll put you in my t-shirt. Either way, you're a sight for these sore eyes. Yeah, morning, noon, or night, you got what I like. 这个纱帘真的超级仙，挂上立刻给丑丑的防盗网铝合金窗户加上了一个滤镜。之前在第12话，我们曾经用来做房间的软隔断，当时也是非常惊艳。床的前方使用EC万能组合柜架，打造顶天立地衣帽间，实现女屋主站在床上就可以够到衣柜，原地换衣服的癖好。大家可以在柜架外增加帘子，日常房间看上去更整洁，然后也可以防落灰。这次的轨道大概2米左右，我们让物业电工帮忙打了6个洞。通常大家约物业的电工师傅呢，他们的收费大概是10块钱到15块钱一个洞，还行吧。然后我们自己用螺丝将轨道拧上房顶就可以了。这就是我们精挑细选的纳米静音轨道，它是超级顺滑的哦，哇！超顺滑，还很静音。关音乐。什么？你听到声音吗？EC店铺精挑细选上架的这款轨道材料呢，是德裕生产的。大家常常听说的纳米静音，就是源于03年德裕研发的高分子材料，它令我们的轨道内嵌条和滑片更顺滑、更耐用。简单来说呢，就是 good 之中的 good。玄关这边我们安排了鞋柜、换鞋凳、留言板、衣帽挂，放出门小物品的收纳篮。穿衣镜也安排在玄关这边，在穿衣镜下方放一个可爱的熊猫脚垫。衣帽挂是用我们在路边捡的树枝 DIY 的，真正原木原生态。教程已经准备好啦，这次一定发！其实鞋柜都是屋主之前的旧鞋柜，只是以前的样子呢不是很搭。我们贴纸换色，也换了把手，之前的时钟也是了，改了一下款式，重复再利用起来。点赞过2万，发布下一条设计视频，EC设计的第24个架。Morning in the meadow, the sunshine in my eyes, and I hear every echo of a world I found, and I see you。这期通过刀腾家具来帮屋主改造，不是为了证明我有多能干。我想说，我也曾经是什么都不懂，在家里享受着爸妈宠溺的小公举。小时候其实很少做家务，不过呢，自从搬离家里独立居住开始，我就勇敢尝试自己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马桶堵了，自己研究怎么通；灯泡坏了，自己研究怎么换；房间看不惯了，自己研究怎么改造。遇到问题就想办法克服，咬咬牙撑过去，一次次踩坑，一次次填坑，你就会慢慢发现自己独立的能力悄悄的就积累起来，内心也越来越强大，
希望我们的视频可以成为你的独立指南，陪伴大家将生活变得越来越美好，将糟糕的出租屋、将冷冰冰的二手房养成温馨的家。你看一下这一个家具，我改造的时候5斤都用了好几斤，很稳的。你看一下，嘿，大力，稳，很稳，是不是？很稳。那你看这一个家包都是你喜欢的风格哦，那男屋主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完全没问题。他是安置好他的电脑就可以了。然后呢，他也是一个在学生时期 PSP 就用粉红色机身的男人。OK 的，没问题。好男人。因为你们2个都要学习嘛，所以呢特意弄了一个超长的桌子，那你们可以1人1边。然后但是这个房子真的是太小了，所以呢就是怕你们没有地方，平常可以吃一些小菜，你们叫外卖比较多嘛，所以这一个呢又是一个餐桌。我们把它拉出来以后，就可以是一个餐桌啦，赞不赞？赞。那在这里吃一些小吃什么的，然后这个餐桌也非常稳的哦，我用了很厉害的一个滑轨，快点。